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腾电脑评测。今天要开箱是联想小新 Pro 16 R7 6800H 极限版，首发价5299元，日常零售价5599元。独显版3050和3050 Ti 首发价分别是6699元和6999元，日常零售价则分别贵了400元。小新 Pro 16 Intel i5-11500H 版本之前我们已经开箱过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回顾一下。这次纯粹是为了感受一下 R7 6800H 的水平。下面我们来快速的开箱它的型号和序列号。这里是它的封口，我们打开包装，外观和英特尔版没有任何区别，拿在手上的分量还是比较重的。整机金属材质 ，M 是细磨砂的喷漆工艺，对于我这种手汗比较重的人来说，还是容易沾纸汗和纸油的。我试过各种机型，如果你手汗非常的重，可以考虑银色的，会好很多。单手开合没有问题，这是最大开合角度，金属机身稳固性还不错。壁面3边窄边框，顶部是摄像头和麦克风，人脸解锁，下巴约为1指宽。是一面金属材质，键盘 1.3 毫米的键程，打字手感一般，有背光键盘，有小键盘，触控板不是玻璃材质了。机身左侧2个 C 口，其中一个会被充电器占用，没有雷电丝 HDMI 接口和耳机耳麦接口。右侧2个 A 口，一个 SD 卡槽。屏控方面，屏幕是弯的，自带曲面屏效果。其他例如转轴缝隙，屏幕合起来能不能严密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机身长度 35.6 毫米，居然比英特尔版本多出了1毫米，这是哪里来的？高度25毫米，机身最厚的地方在脚垫的前面约为18毫米。裸机1960克，比英特尔版本重了20克。电源适配器380克，旅行重量2340克。100瓦的 C 口充电，线长2.8米，泰达电子代工，小巧不割手。开机必须要插电源。屏幕漏光有一些，不严重。所有驱动均为最新，主板8 26WW R7 6800H 8核16线程 Zen 3加架构，6纳米的工艺制成，3键缓存16兆，集成 680M 核显12 CU 图形核心 2.2G 的显卡频率 ，FN 切换节能、野兽、智能3种性能模式。节能模式下单口处理器 2.86G 25瓦，噪音35分贝左右。智能模式下单口处理器 3.71G 54瓦，噪音51分贝左右。野兽模式与智能模式保持一致。屏幕是华星光电，分辨率2560×1600 120Hz 刷新率，16:10的比例。好处就是说可以缩小下巴，可是面积变得大一些。缺点就是看视频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，上下会有黑框，有点难受。上一次我在英特尔版本上同样测试的这块 CSO1615 的屏幕，开到最低亮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黑的，看不见，厂家告诉我是正常的现象。这一次锐龙版一模一样的屏幕，最低亮度它就能看得见，到底是屏幕的批次问题，还是说屏幕本身有质量问题呢？两台机器的屏幕亮度基本一致，但是最低亮度就会有明显的区别。100%的 sRGB， 实测 98%， 这是色调响应和灰阶。亮度官方宣称350尼特，实测392尼特。80%的亮度约为161尼特。雾面屏支持 DC 调光，硬盘官方宣称是 PCIe 4.0 的，实测三星未知型号，这速度甚至不如 PCIe 3.0 的三星 991A， 减配了。无线网卡也缩水了，没有最新的主流的 WiFi 6E 也就算了，从英特尔的 iX201 缩成了锐炬的 8852B1， 减配实际上是很多厂家的常规操作，在新产品上市的时候，往往会搭载最好的硬件，送测的媒体评测机也会用最好的配件。随后量产就会逐步替换成便宜的，毕竟口碑已经打出去了。这个海力士 LP DDR5 6400内存的读写速度与 DDR4 3200频率的基本上差不多，你说它缩水还是没有缩水，延时还那么高。这鲁拉斯的跑分光内存就跌了10万，跑得没有英特尔版本高。R7 6800H 单核性能弱于轻薄本的 i5-12500H 和 i5-12400P 约 11%到 13%， 多核性能与 i5-12500H 基本上差不多，比 i5-12400P 强了约 20%， 你一个54瓦的 U 才比30瓦的 12400P 强了 20%， 我个人觉得也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。比 i7-12700H 游戏本单核弱了 20%， 多核弱了 27%， 游戏本肯定要更强一些，对吧？天选3的 6800H 比小新 Pro 16整体大约强了 13% 左右，毕竟散热能力不一样。AMD 的极显是真的强，仅比 MX570 在 DX11 和 DX12 分别弱了 6% 和 13%， 所以轻薄本上 MX550 的处境就很尴尬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存在的意义不大。英伟达你真的就不要出来骗钱了，再这么挤牙膏以后就没有你什么事了。英特尔都亲自下场搞显卡了，再给他3年时间 U 卡强制搭售，你怎么玩？
与 i5-12500H 极显相比 ，GT11 领先了40%，GT12领先了50%，性能接近翻倍。不要小看这么点性能提升，很多时候能让一些游戏从不能玩变成能玩。虽然你显卡跑分很牛逼，在需要用到显卡加速的场景，例如剪辑视频，支持 NVENC 编码器的 MX570比它快了22秒，节约了约1/3的时间。例如微软渲染引擎和 CUDA、AMD 核显的竞争力也是不如英特尔的核显，在 CUDA 和 NVENC 面前，也就是常用的渲染和效果图的软件， AMD 的核显劣势明显。Corona Benchmark 纯吃 CPU 的性能，时间113秒，弱于同模具的小新 Pro 16英特尔版本，这也是一个需要干活用到的插件。Crossmark 跨平台基准测试软件最近总是崩溃，完全没办法测试。PCMark 10综合性能测试，它也是一路领先。游戏测试中 2.5K 高特效 CSGO 可以达到90帧， 1080P 也能达到122帧。2.5K 分辨率下，低特效所有大型游戏凉没法玩。1080P 低特效古墓丽影暗影可以达到64帧，地铁离去76帧，幽灵行动荒野65帧，比英特尔版本普遍增加30帧，从不能玩的30帧变成了可以玩，提升幅度巨大。用我们 2.5K 极高的特效，对线的 FPS 仅90到100帧左右，比英特尔版本低了约60帧。本身显卡这么高，应该有提升才对，居然还降了。我猜测要么 AMD 的优化不如英特尔，造成帧数降低明显，要么就是这台机器的内存太拉垮，毕竟它的读取速度跟 DDR4 3200的差不多，延迟又高，所以造成帧数降低明显。赛博朋克2077最低的特效 2.5K 分辨率，塔顶静止不动约为36帧，换成 1080P， 帧数从40到60帧之间反复横跳，平均约为48帧，在游戏里差不多也为40几到50帧左右，然后能玩，但是体验感不会那么的好。绝地求生 1920x1080 3极致的特效，落地的 FPS 从60帧到70帧左右，房子里面的 FPS 差不多也是从50几帧到60几帧，最高也能到74帧左右，玩起来没有那么的丝滑。然后这边处理器的温度在80度左右，还可以，占用率 34%， 50瓦左右。键盘中间的温度比较烫手，屏下就更不能摸了。设置成 1280x720 3极致的特效，虽然 FPS 能达到80-90左右，流畅度提高了，但是视觉效果一塌糊涂。这种画质再怎么流畅，眼睛也接受不了。永劫无间 1920x1080 FPS 无限制，全部最低的特效。因为16:10的屏幕上下有黑边，我们改成 1920x1200， 上下的黑边就没有了。最低的特效就是没有画质，看什么都是模糊的一片，要求不能太高。FPS 从60几到80之间，大约可以维持在70帧左右。键盘上面异常的烫手，这也在意料之内。我们看一看打起来大概有多少帧，差不多也是60几帧的样子。参考处理器已经进行了40分钟，现在处理器的温度是86度，硬盘的温度30度，处理器的功率在54瓦左右，频率 3.7G。现在室内的温度是25度。单双考一共进行了70分钟，现在处理器的温度是80度，硬盘34度，处理器和显卡的总功率为54瓦。然后这边处理器的频率 3.1G 左右，显卡的频率 1.26G， 功耗看不到，温度约为70度。机身位的噪音54分贝，人声位的噪音48分贝，比英特尔版本略高。然后键盘的温度也比较的烫手，屏下最热的地方达到了42度，键盘中间也有大约40度，在 JK 附近。但是整体的键盘温度是比英特尔版本要好很多的。一般人家里还真没有这种6角的螺丝刀，这是要给维修站创收还是咋地？内部空间与英特尔版本是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区别，也是2条热管，2个风扇，无线网卡在这里。硬盘是一个小的这种，难怪速度慢了。硬盘的接口只有一个，无法扩展，电池75瓦时没有变，扬声器在左右两侧。机身右侧的 USB 接口是通过输出线连接在主板上面的，内存无法扩展，是板载在主板上面的。
这个硬盘叫做三星的 PM9B1512G， 速度忒慢了，我怀疑它跟惠普星114 Pro 用的是一个硬盘，让我一度以为是 PCIe 3.0 的。相机一般，我这个手机什么牌子能看得清楚吗？需要用的生产力建议不要选 AMD 的版本，极限跑分再怎么高，没有 CUDA 没有 NVENC 编码器加速，真的没有用。偶尔轻度游戏可以考虑，不过也仅仅是把英特尔版本不能玩的变成了勉强可以玩，距离流畅还很遥远，期望值不能太高。总结一下优缺点：优点一 ，AMD R76800H 核显性能强大，可以低特效玩游戏。2. 续航比英特尔版本有所提升。3. 满载键盘温度比英特尔版本有所降低。缺点一，5599元的日常零售价偏高，3050 Ti 版本就更不要说了，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可以买到很不错的游戏本了，又不需要担心散热和帧数的稳定性，除非你图它的轻薄和金属机身。2. 硬件相较于英特尔版本缩水严重，内存、硬盘、无线网卡都缩了。3. 16寸的机身，内存不能插拔，硬盘不能扩展，有点整不明白。应该是刻意的与 ThinkBook 系列拉开差距，原价5299元，回血价4999元，不建议被使用过，有少许的使用痕迹，愿意帮忙回血的小伙伴，某宝搜索店铺瑞腾电脑评测，找到回血链接，拍下即可，没有就是被拍了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，我们下期见。